宁夏，宁夏，我今天来找你就想问你一个问题。问吧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，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这个你怎么解释？这衣服怎么在你这儿？我的衬衣！不管怎么样，这个衣服给我洗了。 你还要隐瞒吗？这又不是什么特别的衣服，这又不是什么高级定制，都长一样。为什么要否认？我否认什么？我记得，你当时跟我说的话，我全记得。你都撞成那样，你记得什么呀？你怎么知道我被撞了？我刚才可没有说。是我救的，那又怎么样呢？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？本来我救你就是不想要回报的。其实那天在公司应聘的时候，我就认出来是你了，只是我不想说，因为我不想因为你要得到什么特殊的照顾，我想凭我自己的实力来证明我自己。但是，这就是我们俩不解的缘分，我们早就该有一个好的开始。开始什么？宁夏，我爱你。那又怎样？你对我就没有一点感情吗？没有，一点都没有。难道你真的相信我们之前是在假恋爱吗？看日出，看日落，这是假的吗？赵总，你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。那个时候我救你是出于本能，不是因为情感。在那种情况下，连只狗都会救，更何况是人呢？你为什么要说这种伤害我的话？常南桥，有些事情错过了，就是错过了。时间不可能倒流，感情也没有假设。你现在不是我姐姐男朋友吗？你们在香港时候不是挺甜蜜的吗？既然你跟我姐在一起了，你就好好对她吧，别辜负她。这只是你的一厢情愿，你不想知道我怎么想的吗？我根本就不想知道。你可以逃避我，可是你逃避不了你的内心。我现在喜欢的是秦昊，你自己搞清楚。起来，我怎么会在这里？发生什么了？赵先生，您稍等一下，杨宁现在在忙，稍等一下。哎，你稍等一下。怎么了，赵老头子？这里头还有病人呢。别惹我，我现在烦着呢。你不是刚和念青甜甜蜜蜜的从香港回来吗？他可是已经把你们的行踪都昭告天下了。什么？你没有看他的朋友圈吗？春风沉醉的夜晚，酒不醉人人自醉，让人想入非非啊！他怎么可以这样？难道这不是你今天来这儿的目的吗？还记得那次车祸，我一直在找的救命恩人吗？找到了。原来他一直就在我的身边，只是我没有发觉。谁啊？宁夏。宁夏。那他为什么不告诉你啊？
因为她不想要我的感恩。宁夏这姑娘，人品真是没话说。这些日子以来，我明明感受到她对我的感情，为什么她要否认？她为什么要掩饰自己，说一切都是为了我的钱？她救了我却隐藏身份，为什么呢？谭强，你别胡思乱想了，感情的事情是来不得勉强的。再说了，你现在都已经决定跟宁馨在一起了，你又不是不知道他们俩的关系。如果你真的是为了宁夏好，那就放下他，不要给两个人都套上枷锁。喂，晚上回来吃饭。好的。不管他当初犯了什么错误，但他毕竟是你的亲生母亲，血浓于水，亲情是没得选择的。常回家看看，不要做将来会后悔的事情。我父亲的下落有眉目吗？公安的朋友一直在很用心的寻找，你放心吧，一有消息我就马上通知你。好，谢谢。王秘书，董事长邀请你晚上去他家晚餐，真的，你准备一下吧。宁馨，回来了，丹强。你怎么会在我家？是董事长叫我来你家吃晚饭。我妈为什么会叫你来吃晚饭？我想请谁就请谁。都进来吧。请。哎，宁馨，你坐着吧，这些不用理会。你不是有事要跟我说吗？难道一定要有事你才能回来吗？我说了，我只有10分钟的时间。菜都已经上了，不吃完，谁都不许走。来，宁馨，多吃点虾啊！女孩子多吃虾好，多吃点啊，蛋白质含量高又补钙。谢谢董事长。你怎么样？这次香港之行还愉快吧？我让宁馨去香港，给你创造的机会还不错吧？妈想通了，既然是你自己找的女朋友，那我就支持你。我以后不会再横加干涉了，而且我真的不愿意再因为你的感情生活让我们俩的关系越来越糟糕。我希望你早点成家，也好回来帮我。原来，这一切都是你刻意安排的。不然你以为呢？你觉得以宁馨的资历，她能够去香港开会吗？口口声声说不横加干涉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你不是应该谢谢我吗？难道这些都不是你自己要的？你不是那天在办公室告诉我她是你的女朋友吗？那你告诉我，我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让你满意啊？你不要管我的事情好不好，我找女朋友不必要你多事，做这么多刻意的安排，以前是为了怕企业被兼并，反对徐璐，现在宁馨她没有背景，还是为了公司利益。
过来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丹乔，今天到底怎么了？没怎么，你怎么会来我家的？你妈妈叫我来做客，我能怎么办？之前是为了气我妈才说你是我的女朋友，所以我妈肯定误会了，你就别搅和了。丹乔，你要清楚，你妈妈是我的董事长，我没有其他的选择。宁馨，对不起，我没有喜欢过你，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，你别枉费心机了。可我对你一直以来的态度都是很认真的。是，我们两个兴趣不同，喜欢的东西也不一样，我更没有办法知道你时时刻刻到底在想些什么。但不管你做什么，我都可以无条件的支持你，这还不够好吗？我根本不需要你的支持，我只想要我爱的女人。赵丹乔，你是不是从头到尾从来都没有一点点喜欢我，甚至连一点感情都没有？两个人的相处，不是一点点感情就够了。既然有了错误的开始，就应该让它结束。如果你觉得委屈，我可以给你补偿。赵丹乔，想不到你这么快就忘了香港发生的一切了。你真的可以这么不负责任吗？补偿？是不是在你眼里，所有的一切都可以靠金钱来补偿？那我告诉你，我宁馨不是那么低贱的人。董事长，谢谢您今天的款待，我先走了。对不起。宁馨是我请来的客人，你有什么资格赶她走？你到底喜不喜欢她？喜欢？怎么了？你既然喜欢她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她？我告诉你啊，人在做，天在看。我不允许你成为像你爸那样的男人。我爸怎么了？宁馨，上车吧。既然你跟我姐在一起了，你就好好对她吧，别辜负她。这只是你的一厢情愿，你不想知道我怎么想的吗？我根本就不想知道。你可以逃避我，可是你逃避不了你的内心。我现在喜欢的是秦昊，你自己搞清楚。
谢谢你送我回来。不客气。宁熙，好吧，我们试一试吧。什么？我妈妈，宁夏，所有的人不都盼着我和你交往吗？好，我满足你。你确定吗？怎么你不愿意？当然不是，我愿意。赵总，您看，除了这以上几点之外呢，我们在旅游局还是有一些资源的。那么这些资源呢，我们公司可以一起来去用、去运作的。陈先生，策划案我已经看完了，3页纸就能讲清楚的东西，你写了这么多废话。同样，10分钟就能说清楚的事情，你说了快30分钟。我不喜欢和这种没有效率的公司合作。是这样的，其实你可以走了。赵总，您好，我是看世界旅行社的周笑。虽然我跟你们江总是朋友，但是在商言商，拿不出有说服力的策划书，那么合作免谈。我们公司是今年新进的特色旅行社，主打的是各种量身定制的小众旅游路线。你说一下什么叫小众？我们把小众定义为呢是适合年轻人的，然后又是没有被过度开发的旅游景点。那什么算年轻人？18到25岁，还是20到30岁？什么叫过度开发？过度开发到什么程度？如果你连这些都回答不上来，那我只能请你出去了。赵总，您能再给我2分钟吗？对不起，我没有那么多时间了。赵总，你等一下。前段时间你们公司有一位离职的员工叫做宁夏，他现在在我们公司，能不能冒昧的问一句，您是因为他的原因，所以才拒绝跟我们合作吗？总之，我们跟 MyWay 的合作是摆在第1位的。如果您是因为他的原因的话，我们会让他离开的。我没有拒绝跟你们合作，让宁夏来谈吧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，那我们就让宁夏来接这个案子。他之前在你们公司工作起来应该会很顺利。那就下周让宁夏来我们公司谈这个案子吧。谢谢。宁夏，到办公室来的。江总，这外面游客都等着呢，要不回来再说吧。不用带团了。江总，我今天就迟到了1分钟，而且是帮楼下小王拿快递，所以我就……以后啊，想迟到就迟到，保证没人管你了。江总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应该找借口的。哎，你扣我钱吧，扣多少都行，我求你别开除我了，我这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。没人说要开除你，我是说以后不用带团了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们的业务组长了。什么？我们要和MyWay合作。江总，我还是当导游吧。第一呢，我喜欢当导游；第二是，万一我做错什么了，不是给公司带来麻烦吗？你要是不做，那才是给我们带来麻烦呢。不是江总，那个咱们公司那么多优秀的同事都比我合适。江总，不瞒您说，其实我刚刚从MyWay出来，我这再踏进去，感觉自己跟无间道似的，这样不太合适吧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那些我都知道。哎，赵丹桥很器重你，所以他们是点名要你来做这个组长。哎，咱们公司刚成立，规模小，MyWay背靠蓝桥国际这棵大树，要是跟他合作，对我们太好了。咱们公司的效益今年特别差。哎，你看同事们那么努力的工作，你就整心看着他们因为公司倒闭而失业吗？这样说吧，今年大家伙的业绩怎么样了？那就看这些单了。
喝杯热牛奶，早点休息吧。这 PPT 不是已经做过了吗？怎么还做啊？是做完了，但是我一想到明天要去麦位，我心里就忐忑不安。你要是不想去的话，就跟你们老板说一声。哪那么容易啊？想不去就不去。要是我能选的话，早就跟老板说 no 了。你不是因为要去麦位而紧张？视频去麦位会见到赵丹桥，对吗？真希望明天不要见到他。这不是我认识的小夏，而且你和赵丹桥之间不是已经结束了吗？你应该更坦荡地面对他。再说了，他现在跟你姐姐交往，对吗？你连你姐都不见了吗？我觉得这活儿，这个时候来挺是时候的。不光是你们两家公司之间的对接，更是你和赵丹桥，你们俩的一个转折。勇敢地面对他，告诉他，你已经彻底走出来了。把牛奶喝了，早点休息吧。大家好，我是看世界旅行社和麦位的对接业务组长。相信大家对我并不陌生，因为呢，我曾经在这儿工作过，所以我更加了解麦位的理念跟诉求，这样对于我们的合作会更有帮助。那下面呢，我就来阐述一下我们的合作方案。我知道麦位是做私人旅行定制出身的，其实我们的旅行社呢和一般旅行社也不太一样。其实我们的旅行社呢做的是专属于客户自己的旅游体验，这跟麦位的。宁夏，你们旅行社去年一共接了多少单？赵总，其实一年接多少单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回答我的问题。你一个业务组长不会连这个问题都回答不了吧？你已经在这里说了5分钟了。赵总，其实我们公司去年接的单并不是很多，因为我们还处在开疆拓土的阶段。但是，我们公司去年的盈利额在同行业的当中，同比增长率是排第3的。你可以看出，其实我们公司的盈利模式是非常有潜力的。宁夏。你真的很让我失望。我怎么让你失望了呀？你以后不要跟别人说你在麦位干过。在麦位学的那些东西，你都还给我了吗？刚才提案的时候什么样子？我是能把你吃了吗？宁夏，我承认曾经是把心拆开，让你看到我最脆弱的一面。但是你亲手关上了那扇门，我想我以后再也不会打开它了。对不起。但是我真的不希望这些事情影响到你的工作。当一扇门对我关闭时，既不绝望地徘徊不前，也不会拼命地敲门。想起那扇门的时候，我告诉自己，那其实是一堵墙。我现在已经和宁馨交往了，你满意了吧？树洞先生，你好。你知道什么是最惨烈的狭路相逢吗？不是一直对立的仇人，而是曾经相爱相知的人。我们最了解对方的软肋和精心伪装，
因此轻轻一捅，就能让一个人遍体鳞伤。董事长，您找我？坐吧。谢谢董事长。丹乔回家跟我说，他和你的关系已经确定了，并且希望以最快的速度和你结婚。董事长，那您是同意我和丹乔结婚吗？无论找谁，他都已经到了该成家立业的年纪了。至于我同意你和丹乔交往的理由，我之前已经跟你说过。蓝桥国际在国内也算是酒店业的翘楚，有多少竞争对手都伸长了脖子觊觎我刘兰芝打下的这份产业，有打我儿子主意希望联姻的，也有想给我介绍男朋友的。但是我刘兰芝行走江湖这么多年，我向来靠的都是我自己，我不需要商业的政治联姻。我选择平民出身的你，自然就少了一些引狼入室的后患。一个女人通过一段婚姻可以改变她一生的命运，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适度的问题。所以，想嫁进我们家的女人，都得签一份婚前协议。我已经签好字了，你拿回去看一下。如果同意，就签个字，交给王秘书。等等，你不看看？董事长，我相信您做的任何决定都是为了我还有丹乔好。我劝你还是拿回去仔细看一下再做决定吧。虽然灰姑娘的故事已经被演烂了，但是灰姑娘也是因为肯吃苦耐劳、遵守和仙女的约定才成为灰姑娘的，你说是吧？何况，如果有什么分歧，还是放在前面解决比较好，免得在发生婚礼当天，大家一言不合一拍两散，场面也不太好看。你说是吗？董事长，其实当时的……你不用跟我做任何解释。我今天能让你坐在这里，我对你自然是了解的。是，不过你也不用多心，我是在针对你。无论是任何女人，她只要想嫁进我们家，我都会让她看这份婚前协议。所以，你还是拿回去仔细看一下，啊。我安排好时间，会和你父母见面的。谢谢董事长。怎么了？赵丹乔和宁馨得到刘兰芝的认可了。你姐终于嫁入豪门了，对于你们家，算是件好事儿吧？你要结婚了，和赵丹乔，那个小夏的老板，蓝桥集团的富二代。是啊，没错。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哎，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什么开始又不重要，
重要的不是结果吗？但是你们才认识多久啊？这个结婚好像太仓促了，太突然了吧？妈，是丹乔提出急着跟我结婚的。我觉得他条件这么好，如果错误的话，我肯定后悔。这个事儿跟你爸爸还没说过呢，你也得叫上他到我们家来吃顿饭吧。都快结婚了，连未来丈母娘家的门儿都没来过，哪有这个道理呀？这个没问题啊，听你的。你这么大的喜事儿，怎么心不在焉的？在干嘛？丹乔他妈妈特别厉害，你看，还没结婚，就给我订了这么多规矩。我给念念：婚后每周在外吃晚饭不得超过2次。附录1、附录2。附录1是关于婚后着装的规范。附录2呢是关于女方怀孕后的行为规定。是苛刻了点儿，就当是你婆婆为你好吧。为我好，你听这个：婚前一次性支付1000万礼金和价值1000万的房产一套作为聘礼，婚后不得再给娘家任何财产。才1000万一套房子啊，怎么这么少啊？他们家不是亿万富翁吗？哎呀，算了算了。我们家反正也不是贪图钱财的人，只要你们2个好好的结婚啊，经常回来就好。还有这个，除父母病危、病故等特殊情况，不能在娘家过夜。女方提出离婚，则无离婚补助，所育子女归赵家抚养。男方提出离婚，一次性支付女方离婚补助1000万，所育子女归赵家抚养。这婚咱们不结了，就算他们有钱，也不能这么欺负人呐！不行不行，不行不行！即使如此，这个婚我还是要结的。心儿啊，因为上次随然的事儿，妈心里就憋着不痛快。因为随然悔婚，妈在街坊邻居面前抬不起头来，她心眼里希望你找个有钱的人家嫁了。可是，妈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受苦啊，连婚都还没结，就被你婆婆这么羞辱啊！不行，妈妈，我嫁给随然你不愿意，我现在嫁给赵丹乔你一样不愿意，有钱没钱你都不喜欢，你怎么这么难伺候啊？你比他妈还难伺候。心儿，你还在怪妈是不是？妈向你道歉，是妈不好。可是妈希望你幸福，也不能拿自己的幸福赌气呀。我已经想清楚了，无论如何，这个婚我都一定要结。到时候，我要给随然还有王露露一个大大的惊喜。真的考虑清楚了？董事长，这次我是真的考虑清楚了。你等等啊。喂，丹乔，你这几天抽个时间去拜访一下宁馨的父母亲。既然你已经答应跟他正式交往，也是真的喜欢他，那就得给人家父母一个交代啊！啊，这是我们家的礼数，你再忙也得去，听见没有？啊。至于什么时间去，你们2个自己商量决定吧。谢谢董事长。去吧。
哎呦，我说爸妈，这油烟味儿也太大了，到时候客人一来就给熏走了。去到房里把那个空气净化器拿来。哎呀，就这点烟，至于吗？哎，志远跟小德怎么那么忙啊？这么重要的聚餐都不回来啊？听说小德是去之前上班的婚纱店帮忙了，都怀着孕还出去上班，多不容易呀！好在啊，你和丹乔结婚了，将来你要记得，不是你一把弟弟啊。放心吧，妈。哎，杏儿，我昨天叫了小夏一起过来，怎么现在还不到啊？你打个电话问问。哎呀，放心吧，爸，我已经给小夏打过电话了，她在路上了。现在丹乔应该也快到了，我在楼下等她。你们快点做饭啊！那快去吧。菜好了吗？快了，快了。你来啦，进去吧。啊，来了，来了。爸。啊，赵总，叔叔，屋里请。谢谢。坐坐坐。妈，丹乔来了。好嘞，马上出来。哎，叔叔，小夏，来来来来来。小夏，来坐。哎，愣着干什么呀？来，坐坐坐，就等你了。坐坐坐。哎呀，小夏来了。哎呀，你好，你好。阿姨好。哎呀，大家都到了。今天啊，是我们家的大喜日子，我们家欣儿和赵丹乔结婚了，所以啊，大家聚在一起，热闹热闹。赵总，今天您是第一次到我们家里来。欣儿妈妈为了烧这道菜，从早忙到现在，你要多喝一点啊。叔叔您客气了，别叫我赵总，叫我小赵就行了。就是啊，都要成一家人了，什么赵总的，改口叫赵女婿。来，赵女婿，吃。哎呀，来，丹乔，我妈做的饭可好吃了，快尝尝。谢谢爸。好嘞，晚上啊。谢谢叔叔。来，咱们吃吧，啊！是啊，来。哎，赵女婿啊，是不是我做的菜不合你的口味？你吃。丹乔，妈，丹乔是最近工作太忙了，在想着工作的事儿呢。姐，你们真配，郎才女貌，我敬你们。谢谢妹妹，我们一定会幸福的。哎，小夏慢点喝，别喝多了。爹爹感情啊，什么时候也带一个回来？哎，我跟他包拿手的荠菜馄饨。这老糊涂，什么季节了，还荠菜馄饨呢？爸这是为妹妹好。对了，小夏，什么时候谈恋爱啊？哎，我看那个耗子就挺好啊，耗子对小夏的关心啊，都胜过我们这些亲人。对，上次你房子的事儿也是秦昊帮的忙啊。哦，对了，爸妈，我们的董事长，不是，我未来的婆婆，也
也是丹乔的妈妈，她想邀请你们一起吃个饭，顺便商量一下我们的婚事。好啊，好啊，未来的亲家应该见面见面的。姐，祝你幸福。我先干了。哎呦，天，小夏，质量不错。未来的姐夫，好好照顾我姐。小夏，你就搬回来住吧，老住在耗子那边，多不方便啊。祝你们白头到老。小夏，你没关系吧？会不会醉了？我没事儿，我先回去了。哎，小夏，我送她。小夏，哎，回家早点休息。哎，小夏，小夏。姐，家人还在等你呢，赶紧回去吧。小夏，我知道你不高兴，但是难得一家人吃个团圆饭，你应该多担待一点。我真的挺不舒服的，我先走了。小夏，小夏，我真的不明白，为什么当你知道我和丹乔结婚的时候就这么不开心？我都做到这个份上了，你还想让我怎么样啊？你明明知道我和赵丹乔以前的关系，你还故意这么去做。你要知道，我现在已经和丹乔在一起了，你应该体谅我。我还不够体谅你吗？我知道你不开心，但我还是希望你答应姐姐，无论我以后和丹乔是好是坏，都和你没有关系了。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见他。姐，你到底有没有把我当成你的妹妹？树洞先生我让给你了，洪小豆这个身份我也让给你了，我们也是有血有肉的人。难道说在你心中，我们就是两颗棋子，任由你摆布吗？现在好了，你得到你想要的东西，你满意了吧？就算像你说的我是棋子，那我是不是也有权利让你出局呢？自从我搬到叔叔家，我就没有拥有过一样属于自己的东西。现在因为你，我连我最爱的工作我也辞了，你到底还想怎么样啊？对不起，小夏，我知道我不应该隐瞒你。其实我在香港的时候，已经和丹乔有了实质性的发展。丹乔的母亲也已经彻底接受我了。所以小夏，你要祝福我们，并且以后不要再见他。我知道了，反正从小到大我没有抢走过你任何一样东西，现在也一样。我不会再打扰你和赵总了，但是因为工作我难免要跟他见面。姐，我只是想要一份可以让我生存的工作，你能不能理解一下？我不能理解。
你知不知道，只要你在他身边1分钟，我就没有办法安心。你在害怕什么呀？你想让我离开是吗？既然这样的话，我会考虑的。小夏，杏儿，小夏没事吧？没事儿，他已经回去了。小夏一定是遇上姐姐开心的事儿，高兴了，多喝了1杯。但是喝的也太多了，喝醉了多难受啊，真让人担心。叔叔阿姨，那我也先走了。你这么快就走了？时候不早了，我也该回去了。丹乔，我送你吧。不用了，你也累了，早点休息吧。为什么兜兜转转带回来的，是让我更加狼狈的东西呢？我原以为你是我平凡生活中的一个树洞，可以通向那个只有我们知道的地方。那，你为什么要当我生活中的一把锁呢？说这个小夏喝了那么多酒，应该没事吧？杏儿不是说没事儿吗？她可能是看到姐姐找了这么好的男朋友，想起自己的事儿了。哎呀，过了今天就会好了。哎，你看，这衣服好吗？这件好像颜色深了点儿，哎，帮我看看呀，怎么搞的嘛？真是没有衣服。哎，有一句话你听说过吗？叫“人老珠黄”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说我人老珠黄不值钱是吧？我是说，人老了，手势也旧了，就别折腾了。你还好意思说啊？跟你结了婚以后，我别说买这些首饰，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，连一套贵一点的化妆品都没有。亏我底子好，擦什么化妆品，皮肤都好。行了，人到了这个岁数啊，再怎么打扮也就那样了。懂什么？他怎么看我，我才无所谓呢。我是怕别人啊看低了咱们星儿宝贝，穿得洋气点儿，给星儿长脸。那些有钱的人呢，总觉得比别人高一等。我可不想让星儿嫁过去，再找家抬不起头来。哎，我帮你衣服准备好了，你去试试啊。我就这样，不就是见个亲家，吃个饭吧，至于那么隆重吗？这些衣服都不行，我明天
要去商场买衣服。好，我明天陪你去。这衣服怎么样？好像还可以啊。哎，这件还不错。哎，服务员，哎，请问这衣服多少钱呢？哦，看看哈，580，阿姨，我拿下来您试一下。要580呢，哎，能不能再便宜点呢？阿姨，我们这都是折后价了。好倒是蛮好的，不过啊，不是我说，不值这个钱呢。你看，这个面料啊，显得很低档，还有这个钻石，洗2回就要掉了吧？阿姨，我们这都是品牌货。哎呀，什么品牌货？你要是便宜点呢，我就勉强买下了。阿姨，你眼光要这么高的话，就不该来大卖场买啊，你直接上大商场去。哎，你这什么话呢？我告诉你，我还真瞧不上呢。走，想买高档货又不想花钱，我白送给你。董事长，餐厅已经订好了。餐厅？什么餐厅啊？您不是约宁新父母见面吗？哎呀，我彻底忘了。哎，那你通知丹乔了吗？通知了，但是他说明天有商务洽谈，抽不出时间来。他开玩笑吧？明天是讨论他的婚姻大事啊，他怎么能不来？你再联系他一下。是。这孩子还不让我掺和，我不掺和他能行吗？我说，这么大的一个商场，逛了那么久了，我都累了。我说，你别瞎折腾了，行吗？你以为我想逛啊？你以为我是为了我自己挑挑拣拣啊？刚才那个营业员说话太气人了，还以为我真买不起，狗眼看人低，你也不帮我说2句。行行行啊，哎，我说啊，消消气，我陪你买到为止，行了吧？别啰嗦了，往前看看。啊，来。哎呦，太太，您穿这套衣服呀，是我见过的最有气质的。哪里？我都一把年纪了，哪来什么气质啊？您看看这套连衣裙，还有这个颜色，一般人穿上都容易显土。您看您穿着显得多高贵啊！姑娘，多少钱？打折吗？您等一下，我帮您查一下。谢谢。看看打折吗？太太，您的眼光真是太独到了。这个呀是我们这一季的限量款，所以没有折扣，总共是3200块钱。3200，已经很划算了。啊，谢谢谢谢，我再看看，谢谢。哎，服务员，这套衣服我们买了。好，您等一下，我帮您开票。给您，出门以后右拐。好，谢谢啊。哎呀，累死我了！我就知道你心疼女儿，嘴上说啊不要那么隆重，可是心里想明白了，该花钱还得花钱，对吧？咱们不是为了自己，是为了心儿。想起心儿可以风风光光大嫁，我呀也了了一桩心事儿。我这一辈子啊，没钱也没什么，但是
我养了一双儿女，那是最有成就的。我知道，优雅、端庄、得体，对女人来说，是一件永远也不会过时的衣服。哎，那个星儿，小时候，我们再穷再苦，还是坚持把她送到去学声乐、学舞蹈，这些东西呀，对星儿来说是一种无形资产。我这一辈子没有风光大嫁，我不能让我的女儿跟我一样吧。我给你买这个衣服，不是为了别人，就是为了你。怎么搞的？都过了1个多小时了。就是啊，太不像话了。你们别担心了，刚才我给大家打过电话了，他没接，应该是在开会吧？要不我再打一个。你好，请问您要点单了吗？我们再看看，一会儿叫你。哎，丹乔，我们人都到齐了，你们人呢？哎，宁小姐，不好意思，赵总现在还在开会，他嘱咐我来告诉你一声，他今天日程安排的太满了，要一直开会到晚上，所以估计是不能来和你们吃饭了。可我们早已经说好了呀。实在不好意思，我们赵总真的太忙了。好，没事，你让他多注意休息啊，谢谢。怎么样啊？哎，老婆，你下来了。你中午想吃什么？我出去给你买回来。啊，好吧，那你帮我在街尾带一份臊子面回来吧。得嘞，我现在给你买去啊。等我啊。哎，别戴什么老花眼镜了，多丢人呐！跟我说，这个菜怎么点的？那么贵啊！哎，你看，这个清蒸桂鱼要888，可真是桂鱼了啊！少见多怪，这哪是平时菜场里买的菜啊？都坐过飞机的。那得给他报一下机票。我来看。哎呀，这个菜单没几页啊，怎么点？你看，量又那么少，价格还不便宜，贵。该怎么点就怎么点。你看，这个海参不错，显档次，就这个。你要喝海参啊？哼，我看你啊，喝海带汤算了。我说你们行了没有？一会儿我来点，你们别说了行吗？是您呀，怎么提前说一声？我正好给人家安排一个豪华包间啊。坐哪儿都一样，就按我平时喜欢的那几样上来吧。好的。对不起啊，我刚才临时有个会，所以来晚了。哎，你们坐呀，坐吧。客气什么呀？知道董事长你忙，没关系，我们也没来多久，刚来。做生意啊是重要，可子女的婚姻大事应该更重要吧？都重要。丹霞和宁馨婚礼的各种细节，我都已经安排好了。那怎么行呢？不能让你一个人操心这么多事儿呢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也该帮着忙，一起安排吧。不用客气。宁妈妈，宁爸爸，我们今天也算是正式见过面了啊。客套的那些东西呢，我也不会来。但是你们放心，该给你们的我一样都不会少。
抱歉啊，我还要练瑜伽，我得先走。秦家母，婚礼的事儿我们还没商量过呢。哦，关于婚礼的各种细节，王秘书会安排的，他会跟你们聊。哦，对了，一会儿菜上来，如果不够用的话，你们随便加啊，跟经理说记在我账上。是，抱歉啊，慢用。这做人也太没礼貌了，把我们叫过来，什么事儿也不说，自己走了，把我们当什么呀？爸，算了，我们坐下吃饭吧。服务员，上菜。随便聊聊嘛。我要跟人打！我死你打！干啥？死他！干啥？快！干啥？死他！干啥？快！快上车！上车！快上车！小远，小远，小远，你醒醒啊！小远，你怎么了？小远，来人呐！来人呐！喂，120吗？这有人受伤了，快来快来！小远，小远，这个是董事长交代送给宁馨的见面礼。真不好意思。哇，哎呀，这么大的钻戒啊，得多少钱呢？不贵，100万吧。这次婚礼，董事长都已经安排好了，所以也没什么好商量的。你们过目一下吧。给爸。首先呢是酒店，自然定在蓝桥国际了，这个没什么问题吧？没问题，这个当然是的。毕竟自家的酒店，想摆几桌就摆几桌吧。酒席的桌数呢也已经定好了，这个我们一会儿再说。接下来是新娘子的婚纱，我们已经订了一套国际大品牌 Very One 的。馨儿，不能只是一套婚纱吧，起码2、3套吧。董事长这个问题也想过了，但是婚礼办得实在仓促，来不及定制了。最多呢，再准备1套礼服。可以。哎，这个喜糖怎么全都是巧克力呀？我怎么没听说过？喜糖呢太俗气了，巧克力高雅一点。这个巧克力呢虽然不是最出名的，但是巧克力中的劳斯莱斯，很多好莱坞的明星都在用这个品牌。什么劳斯莱斯啊？就是啊，我只知道雀巢、什么德芙、菲罗丽什么的，这个我真没听说过。妈，这个巧克力我是吃过的，很有名的，而且它可以做特别定制款。这样吧，我让丹乔做一个婚礼特制款，这总行了吧？耶，这个酒席的桌数上的安排，咱们宁家怎么就1桌呢？
而且放在后边，我们可是上家呢。因为实在安排不过来了，你们也知道，我们董事长呢，无论是在商界还是政界，都有很多朋友的。请帖已经发了，前面的席位都已经安排满了。这样，我们宁家呢也有亲戚朋友，邻里街坊，你回去跟他说，一桌不够，再加几桌吧。就是啊，我们宁家也是有头有脸的人，就这么一桌，我们可不敢啊。董事长交代过了，如果你们觉得这里面有问题的话，可以另外再办2桌酒席，董事长会根据档期抽空出席的。什么？根据档期出席？哼！哎，我说你们董事长是什么人呢？啊，他以为自己是明星，搞粉丝见面会呢，这婚还结不结了？老头子，说话别这么冲动。我说秘书同志啊，这样，你看行不行？咱们呢，各自让一步，你们给我们再补2桌，行吗？不好意思，这件事情呢，没得商量。王秘书，我觉得你的态度应该改一改。我可是马上就要进门的，你在我面前耍威风，对你没有好处。宁小姐，我也不想为难您和您的家人，但是这些呢，都是董事长安排的。如果你觉得有什么问题的话呢，可以去找董事长商量。